在两性关系的深夜博弈场里，有一个最让人感到羞耻却又极其高频上演的语言反差悖论。有些在白天的日光之下活得最体面、学历最高、社会身份极其高尚的高级知识分子和都市精英，一旦到了深夜最私密的床垫上，当肉体的碰撞、汗水的拉丝在某一个刹那间被推向最炙热的定点时，他们却往往会失控般地撕裂白天所有的文雅面具，从喉咙深处歇斯底里地吼出几句平日里他们最不屑也最鄙视的市井粗口或禁忌污言。在正常的社交语境里，粗口是没文化、粗鄙和缺乏克制的标志，可偏偏躺在最赤裸的距离里，那几句突如其来的甚至带着一点野蛮攻击性的粗俗词汇，不仅没有让卧室的气氛瞬间倒胃口，反而像是一剂高纯度的把彼此体内的多巴胺和欲火在瞬间烧到了极尽窒息的狂暴峰值。高潮退去，呼吸渐平的那一秒，看着枕边重新恢复安静的卧室，你心里不仅没有释怀，反而升起一种深深的割裂与道德羞耻。我白天明明是个饱读诗书、讲究体面和礼貌的成年人，为什么在黑夜最极致的瞬间，我的大脑却只能调动出最原始、最肮脏的词汇？那句失控的粗口，到底是一时的动物本能，还是我被伪装掩盖的真实人格？错，你根本不需要陷入毫无意义的自我道德审判。高级知识分子的清醒认知告诉你，这根本不是素质的滑坡，这是一场人类前额叶皮层在面对极致压力时爆发出的最无可伪装的生理学越狱，床上的破音效应。今天，这篇内容将用最硬核的大脑新皮质熔断算法、语言人类学的禁忌符号脱敏以及亲密关系底牌清算论，彻底扒光那句深夜粗口背后隐藏着的关于人类最诚实的人性告白。逻辑一：前额叶的算力猝灭，当白天的文明监控彻底烧毁，语言只能退化回最原始的爬行动物脑。要理解床上的破音效应是如何发生的，我们首先必须拆解人类大脑在生产语言时其底层冰冷且暴力的神经解剖学公式。人类在白天用来维持体面、遣词造句、讲究社交礼仪的语言功能，是由大脑中最年轻也是最理性的区域前额叶新皮质来死死监控的。新皮质就像是一个常年驻扎在你脑海里的文明稽查队，它过滤掉你的攻击性，修饰掉你的粗，让你在白天活得像一个情绪稳定的高级生物。然而，在两性最底层的亲密交互中，当两具肉体高频摩擦，内分泌系统开始全负荷运转时，你们的下丘脑和边缘系统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化学海啸。当快感和多巴胺在刹那间冲向最巅峰的临界点时，由于神经递质的过载爆发，负责理性监控的前额叶新皮质会发生极为短暂的过载熔断或超频猝灭。在这几秒钟的断电时间里，白天的文明稽查队全员下班了，你脑海里的最高控制权瞬间被直接交还给了全人类最古老、最野蛮的爬行动物脑。在这一刻，你平时苦心经营的词汇量、你的修辞手法、你的高知逻辑，在新皮质烧毁的洪流中全部退化为了毫无意义的数字垃圾。你的大脑在这一秒只能以最快的路径、最不需要耗费带宽的本能去调动那些潜意识深处最具有情绪冲击力、最不需要修饰的底层符号。这就是深夜粗口的本质。那句在顶点时吼出来的，甚至有点破音的污言秽语，不是你编排好的台词，而是你的理性在被肉体快感强行击穿、阉割后，你体内的那头远古野兽发出的最无伪装的生理提名。它是全人类最诚实的一张生理学化验单，证明在这个当下，你白天的面具已经被彻底砸碎，你的肉体和灵魂已经毫无保留地全部沦为了感官的阶下囚。逻辑二：禁忌符号的负伤解绑，越粗鄙越神圣。我们用语言的自残去置换最极致的去人格化信任。除了神经学层面的算力熔断，在语言人类学和博弈论的视角里，床上的破音效应其实是一场两性之间用高成本的语言自残来完成的终极安全感确认。在文明的社会秩序里，粗口是一把带有强烈冒犯性、攻击性和羞辱意味的社交武器。我们在白天对别人说出这些词，意味着关系的彻底决裂和宣战。然而在卧室那张完全闭合的绝对安全床垫上，当这种极具破坏性的符号被主动扔出来时，博弈的性质在瞬间发生了跨维度的负伤异变。我们可以冷酷地解构那一句粗口在两个人的神经回路里引发的引力坍塌。当你在最亲密的距离里，对着那个白天你敬重呵护并且极其在乎的爱人吼出一句粗口时，在符号学里，这叫做禁忌的降维脱敏。
你的潜意识在通过这个动作向对方也向自己完成一场最疯狂的背叛。看啊，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体面、最不可告人的那一面，在这个最丑陋、最粗野的语言底牌，在这一刻，我都毫无保留地在这个人面前自残，倾倒了出来。对方在接收到这个信号时，他的镜像神经元不会感到被冒犯，反而会产生一种近乎窒息的极致安全幻觉，因为这代表着，在你们今晚搭建的卧室无菌区里，你们不仅剥光了肉体上的所有布料，更在语言的维度上彻底扒光了所有文明的牌坊和枷锁。那种越粗鄙、越禁忌的词汇，在床垫的放大镜下，反而转化成了一种对彼此人格的最高信任交割。你们通过一起把白天的体面踩在脚下，把彼此强行去人格化成两个匿名纠缠的动物符号，从而拿到了在日光之下绝对不可能获得的，甚至带有毁灭性美感的顶级快感。那句粗口成了你们深夜对这个冷酷教条的白天世界发起的一场最默契的集体起义。逻辑3，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并解决这个问题？当我们睁开高级知识分子的清醒双眼，看清了床上的破音效应背后那套由新皮质熔断和禁忌符号脱敏组成的深夜排毒机制，不再把顶点时的失控当成品质恶劣，却也开始警惕不要让这种黑夜里的野蛮侵蚀到白天的理智时，作为具备高级认知的成年人，我们究竟该如何实现这股能量的平衡与救赎？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清醒解药，绝对不是在天亮后揪着那句粗口不放，去跟对方清算你昨晚是不是不尊重我，更不是在下一次卧室博弈里因为内疚而强行用理智去压抑声音，扮演温文尔雅。在诚实的生理高潮面前，死脑筋的压抑只会让快感断崖式缩水，让卧室的温度迅速走向干涸与平庸。最高级、最清醒的解决方案，是引入情感边界里的剧场功能绝对隔离，允许黑夜里的野蛮释放，但在白天的名利场上，必须用更高维度的知识去守住文明的尊严。第一步，举行黑夜符号的天亮级封存。请你在心里建立起一道坚固的、不可跨越的逻辑防火墙。今晚在那张床垫上，在那个多巴胺过载的时刻，无论你们吼出了多么出格、多么具有冒犯性，甚至多么颠覆白天的粗俗词汇，那只是破音效应带来的生理学震颤，它只是工具和燃料。当台灯亮起，当你穿上衣服走向白天的战场时，那些黑夜里的词汇必须被物理封印在床垫深处，绝对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惯性被带进你们白天的社会学沟通、家庭琐事或利益分配中去。白天，你们依然要用最体面、最讲逻辑、最尊重的语言去相敬如宾。第二步，把白天超我压榨的能耗，在白天的战场上完成真正的认知扩容。为什么你需要在黑夜里靠那么狂暴的粗口去完成精神的越狱？因为你白天活得太绷着了，你为了扮演那个完美的世俗人设，剥削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犯错、发泄和表达真实的带宽。穿好你精神的西装，去在白天的名利场上学会更加松弛的去生活，去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合理的拒绝你不想要的利益剥削，去用你最硬核的知识在白天就摆平那些让你内耗的焦虑。你要明白，两性之间最顶级、最不可被定价也最能穿越废墟的性吸引力，从来都不是靠长年累月地在黑夜里去假装圣洁、扮演无瑕的道德模范去被动维持，而是在那个最赤裸、最私密的距离里，两个在白天的世界里同样看透了生活真相，同样背负着文明重压的高级知识人格，能够在那张床垫上彻底向彼此出让最后的防线。你们允许彼此在顶点来临的那一秒，失控地吼出最野蛮的提名，却又在天亮的那一瞬，能够带着最清醒的敬畏和被彻底洗涤干净的皮层，重新穿好衣服，堂堂正正地去当一个并肩应战命运的高级且体面的文明人。别把你白天的紧绷变成你黑夜里走向灵魂猥琐的借口。衣服是白天的面具，而克制与诚实是你黑夜博弈最后的风骨。敢于在黑暗中对彼此裸露出最赤裸的野兽，敢于在阳光下用智慧去滋养并保护那个体面的爱人，才是一个成年人对床上的破音效应最体面也最降维的终极硬核破局。我是严先生，点个关注，咱们下条见。